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下金融交易中的杠杆原理，以及加密数字货币的杠杆交易原理和杠杆交易的收益与风险。一般原理性的东西呢，是针对小白的，希望还不懂的朋友们呢要听完。我讲课的风格呢，还是朝着简单易懂的方式进行。我的频道是专门讲被动收入项目，实现财富自由的。这个课程也是为后面的项目做铺垫的。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呢，请点赞订阅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视频有帮助到你呢，也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。你们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开始。我们先讲金融交易中的杠杆交易。举例说明，假设你今天来售楼处看中了一套房，它的价格是100万，但你只有20万，怎么办？这时呢，身边的售楼处小姐会告诉你，可以贷款，首付只要20%。于是你拿着这20万，再加上银行贷下来的80万，买下了这栋房子。其实到这里呢，你已经运用了金融交易中的杠杆原理，你以5倍的资金，也就是20万，撬动了这套价值100万的房子。假如有一天呢，你的房子涨价了，从100万涨到了200万，你的房子以200万的价格出售，那么你会赚100万，但你当时支付的只有20万，也就是你用20万撬动了这100万的收益。当然有得必有失，假如100万的房子跌到了20万，那么损失也是成倍的。100万跌到了20万，你亏损了80万，就算让你当时的20万还要还银行60万才可以。也就是杠杆交易呢，放大了你的收益与损失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我们再说一下杠杆交易与合约的一个区别。当时我在之前的课有讲过合约，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点击视频的左上方去看一下。不过在这里呢，我会简单的帮大家回顾一下。当时我去讲合约的时候呢，也是一个例子来说明的。当时讲的例子呢，是一个大豆的种植基地，大豆呢将会在半年之后长成，但是由于大豆种植基地呢怕这个大豆价格上浮或者是下跌，然后造成这个收入不稳定。如果涨了呢，它的收益当然会变大，这是最好了。但如果下跌，可能会不赚钱或者是亏钱，就造成这样的一个风险。但由于与大豆油酿造企业签订了一个合同，这个合同呢是半年之后以当前的这个市价去出售给大豆油酿造企业。那这样呢，大豆种植基地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了，实现了一个保利的一个目标。那么这个合同呢，其实就是合约，它包含了2个要素。第一个呢就是价格，第二呢就是时间，就是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以这个价格去交割去成交，那么这就是合约。那么通过这个杠杆这个例子和合约的这个例子呢，其实大家很明显的很容易的去区别。然后我们接着再看加密数字货币的杠杆交易。其实加密数字货币呢也是金融交易其的一种，它的杠杆交易和金融交易中的杠杆原理肯定也是一样的。不过在这个加密数字货币里边，我需要给大家去多扩展一些知识。首先呢，需要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这个杠杆交易呢，其实是可以双向的，不像股票里边，就是 A 股里边只能看多。比如说未来市场会上涨，那么我们可以买进股票，等涨了以后卖出进行套利。但是如果未来判断这个市场会下跌，那就不会赚钱。而这个杠杆交易呢，它是可以双向的，就是可以做空也可以做多，就是对未来预期会上涨或者会下跌，只要判断准确是都可以赚钱的。在这儿呢，我需要说一下这个做空的它的一个原理是什么。那做空的原理呢，就是向平台借到比特币，然后提前卖出。当价格下跌了以后，以更低的价格将等额的一个数字货币，这个是当时借的这个数字货币的一个数量。比如说当时借了1个比特币，那么
等下跌了以后，那么我们再买进一个比特币归还平台。如果还了以后呢，就是不亏不欠，但是我们当时卖出的价格会更高，但是买进的价格低，进行了一个套利，这就是做空。然后就是做多，做多呢就是相当于融资。比如说我们判断市场会上涨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就是融到一部分资金，这就是杠杆交易嘛。我们融到一部分资金，就像刚才讲的那个购买房产一样，去银行融资，然后买到这个房子，然后用20万撬动了100万去做这个交易。那做多呢就相当于融资，融资了以后买到更多的比特币，等价格上涨以后再卖出进行套利。这个做空呢其实也可以融到更多的这个比特币，比如说你资金只有1个比特币，而你可以去借到更多的比特币，这就是一个放大的一个交易。如果你判断准确，做空做多是都可以赚钱的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在加密数字货币里边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么在说到这儿呢，我们需要要了解杠杆交易里边的一些特点。它特点也是双面的，有优点有缺点。这优点呢就是可以双向操作，不像现货只能买多，我对市场判断上涨然后才能赚钱，下跌的话就算我判断正确它也不会赚钱。而这个杠杆交易呢一般是双向的，只要你能判断正确，上涨下跌是都可以赚钱的。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可以放大收益，这是它的优点。那么缺点呢就是放大亏损，它和放大收益是相对应的。如果判断正确就是收益放大，如果亏损呢如果判断错误呢就是放大了亏损。另外呢我需要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爆仓。还是举例说明，当时我给大家讲的那个例子里边，就是还是房产的一个例子。如果下跌的从100万下跌到20万，那么就是亏损80万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只有20万，还需要归还银行60万，是这个道理吧？但是在杠杆交易当中是不允许你亏损80万的，也就是你的本金20万亏完了以后直接帮你强制平仓，是不允许你的这个资产是负值的。也就是当100万亏损到了80万以后就给你强制平仓，如果再接着亏下去可能要亏到交易所，这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这样的话就是你的20万就没有了，因为从100万亏到了80万嘛，把你的钱亏完了以后，那你就爆仓了，然后就是1毛没有，就是打回原形，这就叫爆仓。什么叫穿仓呢？就是价格急速下跌，交易所都无法给你平仓。在这个我们比如说它有个跌停的一个限制，当跌停了20%了以后，没有接盘的，对吧？没有买家，你想平仓都没法平仓。那这样的话会接着亏下去，这就叫做穿仓。穿了仓以后，可能到时候交易所帮你平掉了以后，你还会欠交易所，交易所会向你索取这一部分钱，这就叫做穿仓。爆仓的话就是打成0，就是20万全亏完。穿仓的话，可能你20万亏完了以后，交易所还要向你要钱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如果在急速下跌的情况下没有接盘的人，那么这样的话会碰到穿仓这种情况。所以说大家要明白，杠杆交易是风险非常高的，会出现这种爆仓情况。如果爆了仓以后老母鸡就没有了，那么后边的交易我们还怎么去做呢？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之前我在有一期课程讲到了矿工如何保收甚至放大收益的一个教程。之前我给大家说了一个，就是看空来锁定自己的收益。如果比特币下跌，那么我在这个杠杆交易里边会赚到钱，而挖到的矿它会比预期的收益要低。这样的话，在下跌的行情当中，我们不会增加我们的亏损。如果上涨呢，我们在杠杆交易中会亏损，
但是我们在挖到的矿会更值钱，这样的话也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收入。也就是呢，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，我们的收入就这么多，这样的话会锁定我们的矿工的一个收益。我们在挖矿之前，也就是在买矿机之前，我们一般都是会计算一个回款周期，对吧？但是如果遇到下跌的行情，那么可能回本周期会更长的时间，甚至是遥遥无期。但是如果通过这种看跌的，如果在杠杆交易中做空，会锁定我们的一个收益。那计算的是3个月回本，那肯定是3个月回本，是这样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就对矿工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。但是前提条件呢，就是不能爆仓或者穿仓，这是前提条件。那么后边的课程我还会给大家讲到一些内容，就是在保证矿工收益的情况下，扩大它的收益，增加它的收益，在后边课程我会去讲到。今天的课程先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